晚上好啊，我是毛一方。今天我们讲一个发生在吉隆坡很有名的家庭恐怖事件。恐怖的是，他们发生了很多没有办法解释的怪事。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有人偷偷对这家人下了药酱。故事虽然比较长，可是内容十分的精彩。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咯。这个事情呢，是发生在10几年前的。有个叫达伍斯的马来人。这个人呢，他在毕业过后就一直在吉隆坡的一间公司上班。达伍斯做工就比较有责任心，也比较勤劳，所以很快就得到了老板的赏识。几年过后还升级做了经理。很多人都觉得他的前途是最稳的，可是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。一天，公司在沙捞越那里的项目就出了一点点的问题，于是老板就派了他过去那里处理，预计要待上1到2个月。那么达伍斯也没有多想，他就一个人飞过去那边工作了。有一次，达伍斯就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卖糕点的美女，叫艾琳。聪明的达伍斯就用了一些小手段，把艾琳的电话都骗到手了。一开始他们也只是普通的交流，但是很快的，达伍斯就发现了这个女生很不一样。她很可爱，很温柔，也很会照顾人，所以达伍斯很快的就喜欢上了她。当时达伍斯就下定决心要把他们的关系确定下来。这个关系当然不是男女朋友，而是直接结婚。可是这里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因为艾琳不是穆斯林，她是沙捞越其他种族。可能有些人不知道，在马来西亚穆斯林是不可以跟非穆斯林结婚的，所以如果他们两个想要结婚，就只可以是艾琳加入穆斯林，改信伊斯兰教。后来艾琳为了爱情就这么做，结果就导致接下来的悲剧发生。达伍斯求婚成功过后，他就回到了家乡，就和他妈妈谈起了这件婚事，但是他妈妈竟然不同意。母亲的态度非常的坚决，她甚至开始说出一些奇怪的话。母亲就总是讲艾琳不干净，又讲艾琳天生就不是伊斯兰教，所以母亲就接受不了。达伍斯和母亲的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的，他也没有想过母亲会不同意，所以这一次达伍斯就跟他母亲吵架，吵得非常的严重。一气之下，直接请假飞过去沙捞越那边找艾琳。2个星期后，他们还是结婚了。达伍斯就带着妻子艾琳回到吉隆坡，2个人就甜甜蜜蜜的在那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艾琳也在那边摆摊卖糕点，日子过得也算不错。可是他们结婚已经3个月了，达伍斯的母亲就从来不接他电话，那么达伍斯也不敢带艾琳回去见他母亲。然而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，达伍斯和妻子在路边卖糕的时候，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。达伍斯的电话响了，原来是冷战的妈妈突然打电话来。妈妈就用着很奇怪的语气问达伍斯：你下午有没有空？我想来探望你啊。艾琳知道过后开心的不得了，她就紧张的收拾东西，糕点都不卖了，就拉着达伍斯回家准备接待母亲，毕竟是第一次见家婆嘛。大概在下午3点半左右，母亲就到了。一打开门，艾琳就开心的走向前，想去跟家婆握手问好，可是竟然被当场拒绝了。家婆就一脸嫌弃的讲：不要啦不要啦，我们又不熟，都不知道你没有传染病而且你不干净。整个气氛当时就变了。但是因为家婆就给了艾琳脸色看，那艾琳就很伤心很尴尬，就只好躲上楼上的房间去了。然后达伍斯也跟了上去安慰老婆。不久后，他们就隐隐约约的听到楼下就传来一些很奇怪的讲话声，可是家里也没有其他人于是他们就慢慢的走下楼下的客厅去看。过后他们就看到达伍斯的妈妈在客厅低着头，很像在自言自语那样，手里还拿着一个黑色的小布袋，布袋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就不知道了。只见她闭着眼睛在那边念经，又从布袋里面拿出一些粉末撒在客厅的各个角落，有时候还会停下来用手拍打墙壁，那个画面看起来非常的奇怪。当时艾琳就小声的问达伍斯：你妈妈平常都会这样的？达伍斯就尴尬的讲：我妈妈就比较迷信一点，我想她应该是在帮我们做那些保平安的仪式吧。仪式结束过后，妈妈还拿着一瓶水给艾琳喝，妈妈就讲：这个圣水给你喝吧，喝了对身体好哦。
艾琳也没有多想就喝完了，感觉上妈妈应该是接受了这个媳妇吧。不久后，妈妈就悄悄地离开了。可是到了第二天，艾琳就突然全身发热，不断的呕吐。达伍斯就非常的紧张，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，他就马上带艾琳去了医院。原来啊，不是什么病痛，而是艾琳怀孕了。可是问题就是出在这个怀孕期间，因为这个期间艾琳就不断的做噩梦，而且还是同一个噩梦。她经常一睡着就会梦到有个人拿着刀追着她，然后她就很害怕，一直跑，最后就会跑去一个很奇怪的小房间。可怕的是，她一进去这个小房间的时候，艾琳就会全身不可以动，然后拿着刀那个人就会慢慢的靠近她。一般上这个时候，艾琳就会被吓醒了。刚开始艾琳就不怎么在意，她就想着应该是怀孕期间身体失调罢了。可是啊，这类型的噩梦就越发越频繁，每隔几天就来一次，身体越来越虚弱。但是医院也查不出什么。过后还有一次更严重的，在艾琳睡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被吓得哭醒了。醒来一看，甚至还开始流血了。达伍斯就紧张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艾琳就哭着讲，她又做了同一个噩梦。这次她就梦见那个人拿着刀慢慢地走了过来，把她的肚子切开了，过后把她的孩子拿了出来。达伍斯当时就吓坏了。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了他的妈妈，因为他的妈妈就懂一些法术的，就感觉问一问可能知道是什么事情。可是奇怪的是，妈妈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回家找也找不到妈妈，也不知道妈妈去了哪里。遇到这种事情啊，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。只见艾琳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的虚弱，一天比一天的憔悴，每天除了发噩梦，还经常的流血。可是带到医院检查过后，医生也完全没有办法。医生都没有办法，那么达伍斯就想着找巫师或者法师来救命了。可是他也不认识巫师啊，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。这个时候，达伍斯就想到了他一个中学朋友阿弟。阿弟虽然不是巫师，可是他是做房地产的，人脉就应该比较广。这些事情啊，找到他或许可以帮到忙。于是他就把这个老同学约了出来后，就把这些奇怪的事情都告诉了他。阿弟听完了达伍斯的事情过后，就跟达伍斯讲，现在艾琳这种情况，我看是中了降头之类的东西了。那么巧，阿弟的村里就有一个奇怪的老巫师。这个老巫师呢，平时是一个人住在乡下修炼的。老巫师的性格比较孤僻，连电话都没有，住的地方也很偏远，从村里开车去到他家都要走1个小时的山路才可以到。其实阿弟当时是不想带他过去的，毕竟也知道插手这些事情肯定是会有危险的。再加上如果是巫师和巫师之间的斗法，那就更危险了。如果斗法的事情一发生，就是不死不休的。他如果去帮这个忙，他也怕会惹祸上身。更何况他也不确定老巫师肯不肯帮这个忙。可是到最后，在金钱的诱惑下，他还是妥协了。阿弟当时是没有亲自带路过去找老巫师，他就只是帮忙画了个地图，地图就画得很详细，几乎是不会走错的。于是隔天一早，达伍斯就带上了妻子，坐上了越野车，出发去找老巫师。一路上颠颠簸簸的，路上都是坑。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车子突然嘣的一声爆胎了。达伍斯紧急刹车的时候，还把艾琳弄受伤了，艾琳流血了。达伍斯就马上的把这个备胎换了上去。转眼看过去，艾琳的情况也不算是很严重。于是达伍斯就想着继续的前进去找老巫师。这个时候又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明明感觉很靠近了，可是走了很久很久，都还是找不到老巫师的家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过后阿弟就慢慢的摇下车窗，慢慢的看周围，看看老巫师的家在哪里。这个时候艾琳的手和颈就突然冒起了一些小泡泡。这些小泡泡当然不是鸡皮疙瘩，这些小泡泡是会很痒的。怎么说呢，就很像是皮肤敏感那样的感觉吧。然后艾琳就突然感觉到头很昏，当时阿弟就紧张的停下了车，越想就越不对劲，于是就掉头回去了。大概走了5分钟左右，就去到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。这个时候艾琳就不再头昏了，
他的手上和颈上冒起的那些小泡泡也消失不见了。然后达武士就回到村里去找阿弟问看看。阿弟就讲，这样子的情况，你们刚才其实已经到了老巫师的家了，他家就布下了结界，不欢迎你们。看来啊，是对方下手很重，老巫师就不敢接。既然老巫师这条路走不通了，连他都不敢碰，这种情况就只可以去找更厉害的人了。于是阿弟就向他们推进了另一个更有名的乌斯达。乌斯达就是伊斯兰宗教的长老。阿弟把这个联系方式给了达武士过后，达武士就继续的出发去长老家了，因为长老家就在不远罢了。不久后，他们就来到了长老家，可是奇怪的事情还是不断的发生。突然间就下起了一场大雨，一个闪电还劈中了长老家的门前。这个时候，长老就跑了出来。达武士就告诉长老，他的妻子不舒服，想找他帮忙。长老看了看艾琳的脸色非常的难看，所以就把艾琳接进了房间里面进行治疗。达武士就紧张的在客厅那边不断的祈祷。不久后，长老就慢慢的走了出来。长老就很严肃的问达武士，你们得罪了谁？长老就接着讲，这个可能是马来降头术中的一种，叫妖降。下降的人应该是通过用尸油、坟土和一些毒草药混合的东西，通过食物或者水暗中害艾琳。可是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然后长老就马上的拿出一个法器，然后就叫艾琳马上脱掉衣服，露出后背，然后就由长老的妻子用那个法器不断的拍打艾琳的背后。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奇怪，艾琳的背后就不断的掉出一些黑色的粉末。不久过后，长老又调制了一个解降的圣水让他喝。完事过后，长老就跟他们讲，他也没有把握可以治好艾琳，他可以做的事情他已经尽力了，希望艾琳这段期间尽量待在家，不要出门，在家里都撒满了粗盐吧，因为粗盐可以干扰降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艾琳就精神了一点，然后他就跟大家讲他在家里遇到了一些怪事。原来他经常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家里就会出现两个很奇怪的黑影，黑影就一直漂浮在家里的四周围盯着他看，而这个黑影其实长得很像他的妈妈。还有他在梦里梦到那个拿着刀追着他的人其实也长得很像他的家婆。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，经常都有出现那个自杀的念头，可是最后还是忍着了。这个时候达武士就非常的生气，他就打电话问他妈妈，妈妈当时就接了这个电话，也承认了这件事情。想不到这么残忍一直害他们的，竟然是他的亲生母亲。当时达武士就崩溃了，他就不断的哭着和艾琳道歉。从此他们也不再跟母亲有任何的联系了。他们回到家过后，他也按照长老的吩咐，把家里都撒上了粗盐。从此艾琳也不再做噩梦，他母亲也没有再来骚扰他们了。很快的，艾琳就顺利的进入了怀孕的第9个月。一天，艾琳就突然流出了大量的血，然后就感觉到她肚子的宝宝很像是没有动了。当医生检查过后，发现宝宝的情况非常的危险，需要马上做手术。这个时候，达武士就马上打电话给长老，他就把这个事情都告诉了长老。然后长老就紧张的跟达武士讲，他前几天在睡觉的时候就梦见了还有人用艾琳的头发继续的下降头。然后长老就叫达武士把电话放在艾琳的身边，长老就在那边不断的念着咒语，想着保护他们。这个时候，艾琳的肚子非常非常的痛，感觉宝宝在那里不停的挣扎着。然后医生就紧急的把艾琳推进了手术室，准备剖腹产。无奈的是，最后在医院的手术中，孩子没有哭，艾琳也走了。过后的事情，达武士就再也没有提起了。所以说有时候最可怕的不是鬼，是人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故事，就留言告诉我了。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